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万众期待的 KVK 成绩终于出炉了，果然这一次的 MVP 就是 AD 了。说实在，这一次 AD 真的表现很不错，不管是击杀、阵亡还有治疗，全部都是他最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阵亡居然是比优大还要更多的。所以我这一次个人的成绩呢，其实表现真的不是很好。我这一次的击杀有一点少了，还有之前我的治疗跟击杀比呢都是1:2的，这一次就1比1.5这样子。就是讲这一次的报告虽然是有赚，但是赚不多。那我们先看一下治疗的成绩啊，击杀越多表示你需要用到的治疗就越多。OK， 那么我们先记得这一次阿玛阿 Z 的治疗是有4亿。等一下我们接着去看他的击杀到底有多少。我会把整个列表放出来，各位可以慢慢看到底谁的名字有在上面。假设有你们认识的，就可以看一下他的治疗跟击杀到底有多少。这里也是帮 Osno 做记录，他这里的击杀有2.9亿。会特别注意这几个玩家，是因为他们的击杀数普遍比较高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他们的击杀比到底有多少。Vix 的治疗2.4亿，这个比我想象中还要更低。原本我在想着他的那个治疗数应该要再更高一点，大概3亿左右。至于为什么大多数的治疗都是来自960呢？因为960就只有一个联盟的人，顾名思义就是击杀全部集中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在黄庭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打很多个人，像是93人比较多就可以分担，就变成每个玩家所需要消耗的加速或者是治疗费用就比较低一点。相反的960每一个玩家基本上都要准备超过5年以上的加速才可以跟他们对抗。像是我这一次 KVK 用到的加速大概是5到6年左右。如果是换算成第一名啊，因为 AD 的那个治疗是比我多1倍啊，也就是讲他可能是用了10年以上。这个开销量确实是蛮大，打一个 KVK 用这么多年加速，但是他的击杀也高啦。接下来我们看联盟，无需质疑呢，也是960最多，因为全部玩家都集中在一起的关系嘛。在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很鲜明的对比啊，因为93他们有3个联盟的关系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分担伤害。那假设是根据一个联盟来做计算，3个联盟的人数大概145左右到500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960每一个人呢都要打3个人以上，所以人多确实是有优势的。再来我们看一下整个王国，我没有想到是93居然消耗是比960还要更多的，因为在前期960是有跟2605消耗的，也就是说在前期其实已经开始计算治疗了。93是等到黄庭的时候才跟960对战嘛，所以严格换算下来，其实93用的治疗是比960更多的。在黄庭的时候，把93跟2605的治疗加在一起的话，其实严格来讲960算是治疗比较少了。接下来我们去看击杀，看一下换算比到底有多少。那刚刚我们看到了93的治疗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击杀比960还要更少，虽然是说少，不过也是蛮接近的啦。不过考虑到960前期打2605，后期打93，但是它这里的击杀数没有拉得特别远，也就表示说其实960这一次的报告大多数人应该都没有赚特别多。不过我们看联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夸张了一个联盟承担了对方差不多3个联盟的击杀数。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在960打架是真的很痛苦啊，每一个人都要做叶问啊打到你要暴毙啊。顾名思义，个人名单呢多数应该都是960了。其实这一次李海龙表现还算不错啊，他的治疗啊跟击杀都是蛮高的。Osno 的击杀甚至不是93那边最多的，下面的名字全部都是来自水阵营1960的。那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列表，记录那些击杀数比较高的玩家这一次的战损比到底有多少。像是93那边人数这么多的情况呢，如果你们可以在排行榜上面看到有93的玩家名字呢，也就表示说其实那几个玩家都算是很能打的。因为人多的情况下，顾名思义就是你拿到的击杀可能会比较少，因为被分散了，所以还可以进入排行榜，也算是很厉害的。那我没有想到2605也是在排行榜上面 ，Yoda 跟 Fafly Pony 会在排行榜上面的2605玩家呢，通常都是做车头啊，战力比较高，阵亡比较高的都会在榜上。这个也意味着2605也是有玩家是很能打的，因为他们跟960战斗时间都是在前期。后面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提升击杀，除了后面在拆旗帜打他们的部队的时候还是有剩一点点。在前100名的2605玩家呢，就大概3到4位左右而已，占比比较多的依然还是960的玩家，所以960各个玩家真的都是叶问来的接着我们看阵亡，这一次960的阵亡也算是很多了，因为跟2个先锋王国消耗的关系啊，所以阵亡比较多也算是正常。
不过严格换算起来，跟2个先锋王国打这样子的阵亡数呢，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啦。那联盟方面也是一样，因为大多数玩家都是集中在一起的关系，所以阵亡数是普遍比其他联盟更多的。那另外一个 MX 呢，因为里面大多数都是小号的关系啊，所以排行第2名也算是正常。2605的阵亡会比93更多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也是用一个联盟比较多，并且再加上前期比较多都是在打集结跟驻防，所以他们其实有不少玩家都是用主账号来填兵的。接下来我们看个人名单，那这一次因为我有帮忙补兵的关系，所以我这一次阵亡的兵数还算是蛮多的。这一次争议比较大的就是蹦蹦蹦嘛，有很多人说他的战力很高，但是没有去死兵。不过你们也看到了，其实他的阵亡排行在第3，我在前2天也是有发布过一个影片说蹦蹦蹦一样子。虽然在前面我们看了治疗跟击杀，蹦蹦蹦的成绩不算是最好的，不过他确实是有阵亡的。2605的玩家也是有在榜上，那你们还可以看到 Chisco Mini 这个是他的小号填兵号来的，所以阵亡也是蛮多的。在黄庭的时候，因为领土比较小的关系啊，所以没有办法放太多的小号在那边帮忙填兵。再加上这一次960是真的很想要掉先锋，所以大多数人都是用自己的主账号在填兵。不过很遗憾的，就算是这一次掉了这么多的战力，960依然还是没有办法掉出先锋。所以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如果真的要招募更多新的玩家进来的话，恐怕是不太行了，除非960这里大换血，赶走很多的玩家，或者是清零大多数的玩家，才有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进来。OK， 最后我做一个记录给大家看啊，那些击杀比较高或者是战力比较高的玩家，这一次的表现到底怎么样？OK， 我这个列表是已经把他们这一次的记录全部都写下来了。那阵亡有一些是空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榜上面，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记录他们这一次阵亡有多少。不过我们做这个记录重点就是要看战损，也就是 KDR。那假设说你们看到最后那一排的百分比越高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玩家的战损比越亏。就打个比方吧，这里数据最好看的就是 Princess Jack， 他的 KDR 是 0.53%， 也就是说他的战损比是1:1的。战损比好看的，我反而觉得不是什么有趣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就是战损比亏的。那你们可以看到阿玛阿 Z，Oh my god， 他的 KDR 1.24%。那你们看治疗跟击杀就知道，哇哦，阿 Z 不愧是战神啊！他上次打那个1034的时候，战损比1:1，我已经觉得很夸张了。这一次是反过来的。那坦白说，这一次很多人都不是赚特别多，所以他这里亏损是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反过来亏给对面比较多，还是第一次见。因为你们可以看蓝色的部分啊，这里我记录全部是960的，大多数人的战损比就算是不是特别好看啊，但也没有到他们这个程度1%。不过 YY 也是蛮危险的，它是0.95%，像是伟哥哥的战损比也是1:1，然后 Boom 的战损也是1.11%。那么虽然他们战损比是亏的，确实是还蛮好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这些玩家呢，他们是真的在帮大家抗伤害，就相当于战场上的前锋啊。那有一些玩家全部在后面躲着吃肉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冲第一线，这个情况就跟2605差不多。那你们可以看到 War Daddy Chat 他的战损比也是 0.89%， 因为确实他真的是站在第一线，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他在前面驻防。面对960这么多的野战玩家，他还可以打出这样子的战损比，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不过我也只能做到一部分玩家的名字记录而已啊。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前面的画面，因为我已经把前面100名的玩家全部都放出来了。那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自己去计算。接下来要讲一些其他的东西。比较重大的消息就是 Osno 他已经来到960了。也证实了960确实是大佬聚集地啊，没有想到 Osno 也过来了。其实我在想着，如果 Osno 想要赚更多击杀的话，他不应该是去另外一个战场吗？差不多要开始的 KVK， 或许他是认为说在960人少打人多的情况下可以赚到更多击杀，这个我不确定啦。毕竟在刚刚你们看我放出来的列表也知道了，大多数人在这里呢还是可以打到很多敌人的。不过当然也要看对手是谁啦，如果对手不出来打架的话，其实要赚到击杀还是蛮难的。我不懂 Osno 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怎样，还是欢迎 Osno 加入960啦。然后960呢也算是击杀排行榜前3的玩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Cview 有发一个贴文说要老豹哥永远的王。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们是看960联盟的话，其实豹哥的账号依然还是在960的。
但是他本人呢，应该是没有在玩了，这个账号之后应该也是会卖出去啦。因为在昨天豹哥就退出了960的群聊，再加上之前他有跟我私信的时候讲过，这一次 KVK 打完之后他就要弃坑了。那你们也看到讨论区有很多玩家都讲这件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本人没有发任何的贴文讲他要离开还是什么，完全没有交代。所以其实大多数960的玩家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到底还要继续玩呢，还是要弃坑，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现在只能跟你们讲我知道的东西啊，就是他离开了群聊而已。还有就是之前跟我讲过，打完这个赛季之后他就要离开了。至于下一任的国王是谁，之后960有什么未来的去向，我还是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人讲。所以很抱歉各位，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确实的答案。但是960目前确实需要整顿了。至于会不会灭国呢？你们也看到 Osno 跑过来960了，如果是讲灭国的话，暂时应该是不会的。就这样子吧，如果之后有什么进展我再跟大家讲，因为我现在真的完全不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